新冠疫情德尔塔病毒最近在中国非常严格、非常厉害，让中国这边防控疫情的这些措施和管理方式非常困难，把中国整得很惨。起码如果相信西方的媒体和新闻，中国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到处都在封城，所有的人都在家里面隔离，然后停学、停业，到处都真的特别夸张，是不是很搞笑？我觉得有可能他们最近比较忙，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中国在世界上是唯一一个第一个国家是控制得住了这个德尔塔病毒的。如果说你们是第一次滑到我的视频的话，我是 Marky， 非常欢迎你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今天咱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中国这边德尔塔病毒的一个情况有多可怕，有多严重。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今天 Marky 就过来成都的万象城，在这边稍微逛一下，喝个咖啡。成都万象城附近的朋友们，快来一起喝个咖啡，下午咖啡吧。哦，对哈，按照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新闻，这边不是应该全部都关门吗？进商场喽，这边先要刷健康码，测体温。现在是上午了，我的朋友们，这边现在人不是特别多，但是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边所有的店都是开着，而且有人在消费，而且在这里面已经很安全了，已经可以不戴口罩了，但是咱们还是戴着吧。啊，开着的，这边大家坐着喝咖啡休息。在对面吃饭，这边还在装修，那边在搞活动。哇！最近中国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上个月的时候，在中国这边发现了好几个德尔塔病毒的传染者，然后当时候事情还是真的有一点点严格。那么这个时候，外国的那些媒体和新闻马上冲上来了，然后报道出来，哇，中国这边好严重啊！那个时候还在说，哇，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失去这个病毒、这个疫情的控制。但是现在过了1个月之后，你们看一下，大家又恢复正常了，这个德尔塔病毒清零了，这2天一直都没有新的感染者，而且你们看，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基本上每个国家现在都有这个疫情，而且都有这个德尔塔的病毒。因为这个变异的病毒现在传染的很快，更危险，所以很多国家特别困难把它控制下去。那么上个月在中国这边爆发的时候，西方的媒体说，哇，你们看中国管得这么严格，居然也没有办法控制。但是现在呢，你们晓得不，我的朋友们，这2天 Marky 都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而且并不是因为吃了什么非常好吃的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去健身了，而是因为这2天中国这边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又清零了，又变零了。然后中国这边大部分的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已经开始解除了
已经没有了，然后咱们大家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而且最关键的一个点，我觉得是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么快，这么厉害，中国才用了多久把它控制下来了？不到1个月，我的朋友们，全世界在半年内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居然用不到1个月就可以完成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哇哦，这个活动还挺有意思的。今天晚上可以过来看一下敦煌啊，敦煌是个好地方。Marky 去过敦煌，让我想起来去敦煌的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看这个视频的外国人会问自己：哎，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在中国的朋友们，咱们就不用提了，不用说了。这个事情就是戴好口罩、洗手、消毒、隔离，少点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最重要的就把新冠疫苗打上就可以了，也没有那么难吧。Marky 真的很希望那些西方国家终于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都在这儿，它又不是一个秘密，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东西，只要开始实现就行了。酒吧当然也都正常营业着。那么还有一个很让人生气的一个事情，就是外国的那些媒体和新闻，当这个新的这个病毒爆发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快去爆出来这个事情，去说它多严重、多夸张。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控制下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这些外国的媒体和新闻有说什么吗？并没有说在这边情况已经控制下来了，处理得很好，现在一个传染者都没有。难道这个事情不重要吗？不值得说吗？不值得赞同吗？哎，可能最近确实咱们那边的新闻和媒体比较忙，爆出来一些自己的事情，处理一些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个双标准的事情咱们也都知道，咱们都习惯了，这个也就不用说了，我的朋友们。哇哦，这个房子有点意思哈，一个帐篷啊，就是原来是一个物理博物馆，可以哦。但是没办法，我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说点开心一点的事情了。现在 Marky 在这边找一家咖啡厅坐下来，喝个咖啡休息一下。你们还不过来吗？ Marky 请你们喝一个。喝完喽，我的朋友们，喝得非常好。Marky 又过了一个特别完美的上午，现在已经到中午了，然后 Marky 慢慢准备回家，然后做饭，把中午饭吃了。我的朋友们 ，Marky 也晓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觉得西方的那些媒体和新闻这样说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很搞笑？自己国家都这么困难，然后还在说中国这边很严重，控制不下来，结果控制下来了之后，再也没说这个事情了，再也没提了。我就是觉得又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做法。来嘛，我的朋友们 ，Marky 已经很期待在评论里面去研究一下你们的一个看法是什么。